整个南宋的皇宫就剩这点真实的遗迹了。这是模仿的当时御苑的水流，而这是模仿的亭台楼阁，而所有的这些都在当年的遗迹之上。宋代是中国审美的璀璨高峰，和许多人想象不同，昔日的临安，今天的杭州，在街巷在山水间仍然散落着大量南宋的历史遗痕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会从南宋御街出发，一路寻觅至凤凰山上的皇宫遗址，并探寻被称为北内的德寿宫。然后我们将沿着市内的河道穿城而过，周行于京杭大运河，一步一步走进杭州的前世今生。同时这也是个极佳的杭州1到2日游的线路。这是我们这次行程的手绘线路图，我也会在评论区贴出来，方便大家使用。早上起来继续吃面去。早上我们在酒店附近的奎源面馆吃碗面，它是老字号，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价钱嘛，虾爆鳝面63，腰花面42，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价格是相当之高。奎源馆毗邻的中山路，追溯1000年前，正是当年的御街，如同开封一样，千百年来这条道路的脉络依然清晰可辨。御街是南宋临安的主干道，自皇城北门和宁门起，全长4500米，用35300块石板砌筑而成，是全城的南北主轴。此外还有4条与御街大致平行的南北道路，以及东西向的4条道路交叉形成坊的格局。这条道路直到民国时期仍是繁华的商业街，现今道路两侧仍留存有大量的民国建筑以及凤凰寺这样的历史古迹。这个是望月楼。现在在中山路的下方就有当初御街的石板路面的保护展示。御街的路面。隋开皇9年，公元589年设杭州州治。吴越国时期这里是王都，到了南宋这里就成为了行在临安，其宫殿的位置一直未变。南宋皇宫正是在北宋州治的基础上扩建而来。皇宫独占南部的凤凰山，重要的坛庙、官署、街巷则集中于城市北部，形成了南宫北市的局面。据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，南宋皇城共有大殿30座，堂33座，阁13座，斋4座，楼7座，台6座，亭90座，四面各开一大门。整个皇城充分利用山势，精心规划布局。主要宫殿置于较高的南部，气势恢宏，各种建筑鳞次栉比，金碧辉煌。从山下望去，犹如天上宫阙。可惜一场大火后，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史料、遗迹以及同期的建筑来想象当初皇城的盛景。南宋画家李松的《焚香祝寿图》和《水殿招凉图》都是以南宋宫殿作为对象创作的，让我们可以窥见皇宫的一角。画中宫殿依山筑台，遇水搭桥，坐落于平座栏杆之上，周围有副阶，屋顶为重檐歇山十字顶，或前出抱厦，整体造型错落有致。我们倒是还能找个近似的例子来一窥真容。经考证，皇宫的拱垂殿很可能采用了前出抱厦、重檐歇山十字顶的形式，与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宋代摩尼殿很相似。这些斗拱都很硕大，斗拱2架起跳。为拍这个视频，我们往返了杭州3次。起初并没有拍凤凰山的皇宫遗址，但视频做到一半，越查资料越觉得不甘心，怎能不拍拍真正的皇宫遗址呢？这次其实是为了把南宋皇城的遗址的内容做得更充分或者丰富吧，又专门跑到凤凰山来一趟。于是又一次往返10几个小时来到这里。元灭宋后，皇宫先遭焚毁，
妖僧杨连真家又引水灌之，并将残留宫殿改建为5座寺院，以示镇压。至1359年，张士诚重修杭州城时，索性将一片残破的凤凰山及旧皇宫遗址截于城外。千百年过去，如今的皇城遗址已是热闹的老街巷，我们朝着凤凰山走去，在其周围时不时就可以看到南宋皇城的文保碑。临安城遗址，南宋皇城，这里是南宋皇城东城墙遗址，这里就是东城墙遗址，现在是民居，下面就是东城墙。现在皇城的主要宫殿区都深埋地下3米，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。但少为人知的是，在凤凰山上也留存有如赵沟题字、皇家寺院、城墙遗址等皇宫遗迹。这条宋城路就是完整的，它就是城墙遗址，城墙就在下面。我们从宋城路上山，一路攀登，道路悠长，林荫茂密，置身其中，一点也感觉不到这是在新一线的城市的闹市中，而且一路上游人甚少，即使在周末，也只有寥寥数人。山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，本以为半个小时就能到目的地，但其实我们这次往返花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。这也证明当初的皇宫范围之广。其实从那个宋城路开始往这儿走还挺远的，其实不近。圣果寺遗址，这里有宋高宗赵构的题字忠实，有种说法这是赵构追悔于岳飞的被害而题写，但恐怕这只是后人善意的想象。往那边去岳岩，然后顺着岳岩就直接下去。从圣果寺继续前行，不远处就能看到几块与山体材质截然不同的巨岩。你看这片的石头，这些石头都有观赏性的，和咱来的路上的石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可能是当时御花园残留下来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还是再往前，这应该没到。形制独特而漂亮，中间甚至还有窄窄的甬道可以穿行，看得出是经过特意的设计和摆放。巨岩上有南宋至清的不少题刻，但很多也已散漫不清，甚至彻底损毁了。这里就是南宋皇宫在地表的主要遗迹岳岩。整个南宋的皇宫就剩这点真实的遗迹了。这里也是历史上的杭州赏月圣地，曾以平湖秋月齐名。据说月光从上方的孔洞穿过，可以倒映在前方的水潭中，清辉澄澈。哎呦，出极霞！哎呀，我这个胖子有问题啊！这个胖子有问题呀，硬蹭过来了。从另一条路下凤凰山，在山脚还有吴越国公元965年兴建的梵天寺经床，近16米高，塔身遍布各种精美的雕塑，高大雄伟，就其高度、体量和做工而言，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精品，也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临近的胡雪岩故居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故居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建筑风格，布局巧妙，居室与园林交融，大量使用了紫檀、酸枝等高档木材，砖雕、木雕、石雕等精美装饰随处可见。其后花园支援的假山是中国最大的人工假山溶洞，设计精妙。胡雪岩故居对面便是德寿宫博物馆，开放之初，这里曾是要排队数小时才能进入的热门景点。公元1162年，宋高宗赵构退位后，将秦桧的旧宅改建为德寿宫，并迁居于此。你看，所有的这些历史人物都在这里反复交织。但赵构并未彻底放权，仍在此遥控朝政，所以当时这里与南宋的皇宫并称南北内。宋高宗无子嗣，将皇位传给了赵匡胤的七世孙宋孝宗赵申。
宋朝皇位历经186年后，又回到了初始一系。赵申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，其治世被称为前纯之治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登基第2个月便为岳飞平反，以礼改葬。同时宋孝宗，从他的庙号孝宗就可知，无论是真心还是政治需要，他对赵构都极为恭敬。因此德寿宫的建筑规制与皇城相同，这可能是我们当下最能亲身感受南宋皇宫氛围的地方了。鼎盛时，德寿宫内拥有建筑270余间，采用了南宫北院格局。据记载，其后花园建设极为精彩，甚至人工开凿了大水池，又名小西湖，可乘船直达西湖。现在的德寿宫博物馆依据历史记载，在地面复建了主殿崇华宫，建筑采用仿宋歇山顶样式，全木质榫卯结构，规格与司陵录记载一致，还在大殿内部还原了南宋皇宫的室内布局。但它最精彩的部分在地下，这里有德寿宫遗址原址，透过玻璃栈道可以看到香膏砖、桑墩等宫殿遗迹，还有德寿崇华的数字展示，运用了 3D 投影，生动呈现了宫殿的历史和建造过程。文化底蕴与内涵，承流现形，建筑物的屋脊、屋角有起翘之势。西区遗址则展示了南宋园林之美，这是模仿的当时御苑的水流，而这是模仿的亭台楼阁，而所有的这些都在当年的遗迹之上。就看着这些东西会很感慨。这里边还有复原图，3维动画的复原图。这德寿宫的遗迹展示真的做得很棒很棒。出德寿宫向前就是五柳巷历史街区。如今杭州市内的河道已经不多，但在临安城时代，城内曾河网密布，河道与道路交织成水陆双重的交通网。据统计，仅桥梁在城内就有117座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杭州利用现有的河道开通了4条水上巴士。东河的水上巴士7号线可能是这4条线路中最美的一条。两边的树比较多，景色比较好，而且这个站到终点站它要过10几个桥，这些桥全是古桥。然后你看这样，其实都是这种掩映的景色，绿荫掩映的景色。从坝子桥到梅花碑，早上7点40始发，全程约50分钟。前面是不是等着坐船的？东河曾是菜农送菜进城的河道，也俗称菜市河。它贯穿杭州老城区，北接京杭大运河，南达钱塘江，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市内河。河道不宽，有时两侧的柳树树荫便能遮掩整个河道，形成绿色长廊。清朝的姚思琴在《东河棹歌》中曾写道：此中小站西湖盛，映月垂虹12桥。我们计划乘船的起点正是位于东河末端的五柳巷，然后就是沿着这个河往前坐船，不知道能不能坐上船。但当我们到达码头时，却发现这里早已排满了等候的人群，保守估计也要1小时以上。考虑后续行程，只能忍痛放弃。多出了一点点时间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去杭州中心的点都德享用一顿美餐。杭州中心对面便是武林门码头，也是我们计划乘坐京杭大运河公交船的地方。有人说，杭州除了西湖，最值得一去的地方便是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景区。这里展现着不同于西湖的杭州的另一面。我也曾在运河畔漫步，对杭州的认识便不算完整。京杭大运河至今仍是货运主动脉，在当前所有的货物运输工具中，运河仍是性价比最高的。大运河的水上公交即1号线，起点是武林门，终点是运河天地，航程约1个小时。但我们没想到的是，1号线这么大的船竟然和7号线一样，虽然仍有本地居民乘坐，但游客已经占了多数。我们下午5点左右赶到，提前1个小时，仍只有当天6点最后一班船票可买。4点54，
硬生生要在这儿等到6点20，等1个半小时，等于是船实际上差不多早上和中午的班次多，晚上的班次、傍晚的班次就很少了。傍晚的班次差不多1个小时才一班，中午大概20-30分钟一班。1号线途经御码头、富义仓、乾隆坊、小河直街、桥西直街、拱辰桥，几乎涵盖了杭州段京杭大运河最精华的景点。拱辰桥横跨大运河两岸，始建于明代，以条石错缝砌筑，上面有浮雕和镇水兽。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点，也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终点。这里曾设有税关，记载着百货随帆到浙东的繁华。桥头便是桥西历史街区，聚集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、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4个博物馆，还有非遗项目可以体验。闲逛后便沿着运河慢慢折返。当下的运河沿岸已得到全面的开发，老码头、古寺庙、大粮仓、旧厂房纷纷变身，成为历史街区和文创园区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十分好逛。大兜路历史街区、小河之街和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大运河沿岸的3大街区。沿河边前行不久，便是知名的小河之街。这里熙熙攘攘，狭小的巷弄里隐藏着许多值得探索的隐秘小店，店铺品味也大多不俗，咖啡店、文创店、茶室、扎堆。旧民居与新店铺的结合颇有趣味，这里无论日游夜游皆宜，只是游人的确多了些。过大关桥便是大兜路历史街区，也是文创小铺密集林立，同时生活气息十足。知名的香积寺坐落于此，历史上号称运河第一香。古时运河上船来船往，香积寺整夜灯火通明，而此刻夜幕下，只有一群孩子在寺前玩耍。这一路的行程仿佛是行走在时间的断层里，我们触摸着玉阶的石板，仰望着凤凰山御花园模糊的轮廓，在德寿宫的遗址上凝视投影重现的幻影，最后随着运河水流入今日的市井烟火。那个被称为南宋的朝代已悄然消逝，它的宫殿化为尘土，它的悲欢沉入青史，但它也从未离开。它从有形的土木砖石化解为无形的气韵与审美，沉淀于我们文明的脉络中。历史从不曾被真正的遗忘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重逢。到历史现场看看吧，你可以与1000年前的时光对望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目的地见。